Hello， 那个我像福音战士的海报可以借我一下吗？里面很纷乱，你是可以看一下，但很乱，真的很乱。我讲那个竞选办公室里面都很可怕。福音战士是因为呢，我自己本身是个福音战士迷，资深的福音战士迷。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他们就是可能觉得这样会让我开心一点，所以隐藏版就做福音战士的，对。而且这版其实询问度蛮高的，大家都想放这个啊。我想说，你在你的店里放这个大家会知道这是什么吗？1个月前我的民调输20%，后来1个月后我的民调已经打平了。那当然，这个最大的功劳绝对是我们的选民啦，就是谢谢选民说能够接受我们这样比较不一样的候选人。那另一个功劳，我觉得要归因于国民党。因为他们提出了很烂的不分区名单，造成他们整个连区域立委的民调都崩盘。我要谢谢国民党，谢谢韩国瑜。对。所以可以先介绍自己，为了可能不认识你的读者吗？大家好，我是民进党征召提名的新北市第12选区的立委候选人赖品妤。我的选区非常大，包含了汐止、金山、万里、瑞芳、平溪、双溪、贡寮。所以那你觉得这次选举跟可能过去的选举有什么不一样？刚有提到一些像跟两岸关系的，或是香港的，对。原来大概这10年间，我觉得近期有改善。那10年间，我觉得两大党，民进党、国民党是没有办法去回应选民这种新崛起、新兴的选民的这种焦虑。所以呢，在过去的几次选战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新兴的小党都选得很好，尤其是去年的1124，时代力量就选得很漂亮，他们选上了16还17席。对，那我觉得这个状况是因为两大党传统的两大党没有办法去回应选民的期待。那选民的期待是什么？我觉得选民的期待是改变，他们想要不一样的政治人物。我不是马上一枪就毙命说传统的政治人物就是不好，因为事实上有些传统的政治人物，他们可能个性就是那样啊，他可能真的本身就真的是一个政治精英。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选民希望的是不只有这样的政治人物，他们想要有不一样的非典型的政治人物。所以我们也会看到的是说，过去的几年那种所谓的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可能出来选战都有不错的成绩，包含我觉得不管是柯文哲或是韩国瑜，那韩国瑜他的状况比较复杂啦，因为他其实是老政治人物，但是就酒庄新品，然后也成功的骗过了选民。但我觉得选民是愿意给这样的人机会，但是他只是愿意给你机会。事实上，选民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像韩国瑜那样子，他可能骗得了1次，但是第2次选总统，他还骗得了吗？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的。我相信，如果像我这样子的人能够当选，一定也给很多的年轻人一个鼓励。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如果想走政治这条路，你不需要去逼迫自己成为某一个样子，你维持你自己的模样，有你自己的专业，然后你诚恳，你踏实，你认真，选民还是会接受你。你不需要硬要逼到自己变成某一个模式。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它不是小事。我觉得思想要解放，时代要进步，我们的政治人物也要解放。对。了解。那你觉得，因为这次就是民进党推出很多年轻的候选人，然后也是跟一些小政党的合作，你觉得这跟也是有之前也是有第三势力的出现，你觉得现在这个选举怎么反映年轻人参与政治呢？现在我在民进党最近期的转变之前，我觉得他们一直没有要跟这些新崛起的年轻选民或中间选民和解，或是释出善意的感觉。那时代力量也是在这个中间去崛起的。我觉得啦，我们应该要持平来说，我觉得在之前那些时间点那几年，在之前的这几年，时代力量真的给了没有背景的年轻人一个很好的参政空间，像很多我觉得不错，但是又希望自己可以快一点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我都会建议他们去时代力量。因为民进党真的虽然没有国民党这么老，但他也是30几年的政党，他有他的包袱，所以那个时候民进党我都不太建议他们去，我都说你去时代力量，你想要赶快的崭露头角的话，时代力量是一个比较好的舞台。我也必须很严厉的去说，我从以前也都是这样讲，从来没有改口过。时代力量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什么人的问题？老师的问题。我觉得他们的老师有过多的话语权，而且那个话语权是超过
超过了民意。因为事实上你会看到说他们的年轻人选得那么的好，选民给了他们那么多的机会，很多的年轻从政者都是代议士，然后他们都是有很多的民意基础，可是没有想到在党内这些年轻人的话语权却没有办法比过这些老师。我是从这一点看到说，我觉得这个党的未来堪虑，如果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善的话，将来一定会很容易走向泡沫化。那事实上一直到后来我也离开林昶佐那边，然后成为了民进党候选人，我觉得他们这个状况一直没有改善。那从最近的民调也都可以看得出来，我讲的状况还在持续发生。那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改善这件事情的话，一定要先解决自己党内人的问题，这件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其余都免谈。我觉得现在选民也越来越能判断，因为过去其实台湾有很长一段的时间，我们的那种国际政治的论述都被亲中派垄断，然后都会说台湾一定就是要靠中国才能好棒棒，我们才能发展。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选民因为接收越来越多的资讯，那政治的环境也一直在进步的状况下，其实他们越来越能思考说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这样。而且你会看到说过去的美中贸易战，中国其实趋于下风了。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还要向这样子的国家靠拢吗？我觉得选民越来越能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你说台湾有没有受国际政治局势影响？我觉得我不会说没有，可是我觉得更多的改变其实是因为台湾人的不管是民主或是对于政治的想法，对于政治的想象，对于政治的需求不断的在进步，才造成现在的这些演变。我觉得重点还是我们自己的内部，台湾这个土地内部想要进步想要前进的心情。对，了解。那最后还想说，有什么想说对于观众，像包括国际的，然后包括台湾的？事实上这几年间我看到的也是说，他们政府是真的非常努力的跟不管是新南向国家或是其他的欧洲国家，不断的在不管是官方、半官方甚至是民间的交流，其实都是有非常多的支持跟补助的交流。对，这个是我自己在外交国防委员会看到的。那事实上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国家表态支持台湾。那这个东西呢，我不会完全归功于说都是政府的功劳，时事一定也有，但是我觉得事情是这样，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如果没有前面他们这些对于外交上面的努力，那今天即使局势变成对中国不利的时候，对方也不一定会发生啊。这些都是很多的因素的加总在一起，才会造成说现在有那么多的国家跳出来帮台湾讲话。我也想谈谈，就是过去318运动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出来去反服贸其实很单纯，就是说我们觉得政府并没有做妥善的评估，就是整个相关产业评估并没有非常妥善，它非常贸然的就要引进这个东西，然后每一个产业细项的利弊都没有去评估清楚，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反对。那我们也不希望说中国的服务业进来影响本地的劳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只是很单纯的反对这个东西，那当然里面也有中国因素啦，就是不希望，因为他们其实一直过去都是以商逼政的方式来侵略渗透台湾，我们反对这些东西。可是那时候的我们绝对没有想到说，再来其实个服贸成功的挡下来之后，对台湾未来的这几年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那怎么说呢？就是说，因为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签了服贸，那为后来的美中贸易战，中国趋于下风的时候，台湾也会跟中国绑在一起，台湾一定也会很惨。那没有想，我觉得我自己万万想不到，就是说那个时候成功的反服贸，造成说台湾后来可以在美中贸易战里面跟中国脱钩，所以在这一波的贸易战里面，台湾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损失的，甚至是有所获得。对，我觉得这个是始料未及，但是也是天佑台湾啦。对，谢谢，谢谢。